来关注中美关系。当地时间4月20号，美国财长耶伦将就中美经济关系发表讲话。美媒预计，竞争、施压、合作将是耶伦谈话的主题词。而近段时间，美方不断释放正协调耶伦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的消息。这种背景下，美媒却爆出，拜登政府本月即将出台一项史无前例的对华投资限制规则，一面寻求缓和中美紧张关系，一面又渴望重启对华经济对话。美方为何说一套做一套？另外，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公告，决定将美国2大对台军售的军工巨头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被中国商务部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这2家对台军售的美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号就相关问题表示，决定自2023年2月16号起，禁止以上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在华工作、停留以及居留。发言人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长期参与对台军售，性质恶劣。此次中国决定禁止2家美企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旨在防范中国产品用于其军工业务。中国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应加强尽职调查和合规体系建设，核实交易信息。中国企业从事出口、过境、转运、通运等活动时，明知实际进口商或用户为上述2家美企的，不得开展相关进出口活动。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有关部门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既然反复的警告无效，那没有办法，来而无往非礼也。那咱们也来对等的进行制裁，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体现出一个大国的实力和底气。商务部于2月16号宣布将洛马和雷神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并按照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对2家向台军售的企业处以军售总额2倍的罚款。但洛马和雷神拒交罚款，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逃避中国的制裁，反而是要承受更多反制打击。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文件，在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后，除了要缴纳罚款外，这2家公司还将面临诸多限制。商务部此次宣布的限制2家公司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入境、在华工作、停留以及居留，只是限制措施之一。实际上，洛马、雷神的业务不仅只有军火。此前，洛马在中国的业务包括飞机、能源、电子3大板块。中国的反制措施可谓直击软肋，令其承受丧失中国市场的代价。此次中方发布的针对美国企业的制裁禁令，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依据的是《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观察指，针对美对台军售，中国反制工具箱里的工具逐渐完备，并且越发注重精确打击。可以在美国的市场，在美国的企业界、商界形成一定的，你说是寒蝉效应也行，或者说形成一种他们的自我审查，就是我们要不要顾及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我们以后要不要和中国人做生意，以及要不要和中国人的重要合作伙伴做生意？这些是他们未来在怎么处理好和美国政府的关系、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和他们的各个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之中，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美国财政部18号预告，财长耶伦定于当地时间20号就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发表讲话。耶伦将详细说明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中的主要目标。按照美国财政部的说法，耶伦要阐述的对华经济主要目标大概包括3点。首先，美方再次打出所谓国家安全、人权的旗号，将采取针对性的行动维护美国的利益。其次，以所谓公平竞争为名，要与盟友合作，对所谓中国不公平的经济做法施压。最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美国寻求在宏观经济、气候变化、债务等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鹏对深圳卫视表示，中美在经贸领域相互依赖度有目共睹，但美国财长耶伦却要在将发表的讲话中阐述对华经济既要竞争打压又寻求合作的矛盾做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根本不利于2国加强合作。今年以来，耶伦多次表示要寻求合适的时机访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曾对此表示欢迎。此外，美商务部长雷蒙多3月在受访时特别表示，有意在年内访问中国。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近日放出风声称，美国商务部长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伊丽莎白·伊考诺米等多名商务部的高级官员将前往北京和上海，为雷蒙多未来可能的访华之旅做准备。报道指，这些官员希望提前探探中国口风，看看雷蒙多的访问是否会取得实质进展。
但美国政治新闻网18号报道称，本月晚些时候，拜登政府即将出台一项新的行政令，宣布限制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规则。对此，白宫已开始向在华美国商会及在美行业组织等团体介绍该行政令的大致内容。该命令预计将要求美企向美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新投资情况，并禁止美企在芯片等关键领域与中方进行交易。不过，目前该规则中的一些关键细节尚未确定。报道称，拜登政府即将出台上述协议的背景是，其对华关系现状正处于一种微妙时刻。一方面，拜登政府近来寻求缓和中美紧张关系，并似乎渴望重启与北京之间的经济对话；但在另一方面，尽管语气缓和，美国仍准备针对中国经济关键领域采取一系列行动，就是小院高墙，要彻底的扼杀中国向高科技或者说高端产业上的这个产业链上的攀爬进步。所以拜登现在做另外一个事情，叫做供应链弹性或者供应链重构。说白了，就是要以渐进的方式，通过 friendshoring， 说白了就是因为认为中国人不是朋友了，要把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一条一条的撕出来，然后挪到其他的他认为友邦，其实说白就是他美国能控制住的这些中小国家里面。我们更希望能够言出即行啊，言行一致，不要双标，不要说一套做一套。另外，在刚刚闭幕的7国集团外长会上，布林肯再度就对华接触表态。布林肯称，中国必须表明自己的意图以及与美国的关系，且中方必须继续保持同美方接触，颇有一种强迫中国表达接触意愿的意思。布林肯表示，美国从不寻求同中国陷入任何冷战或热战关系，更希望同中方建立一种稳定、可预测及建设性的关系，并继续要求中方遵守国际秩序。对布林肯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8号的记者会上再次点出了中美关系的症结。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美方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制定和执行错误的对华政策。美方应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未来，如果布林肯是真心实意的想来中国，来真正的推进他所谓的负责任的竞争也好，还是加装护栏，这个护栏我们首先要知道是谁在铤而走险。把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就是拿长城去做护栏也没有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 G7 外长会特别对外强调团结，反映了美方对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后一系列表态的担忧。上周，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后对媒体说，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更要避免被拖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对抗。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8号在其访华后首次就对华关系进行表态。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表示，与中国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制定自己的对华战略和原则。 Seeing this country again firsthand only reinforced my deep admiration and respect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We should never lose sight of the magnitud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odern-day economic powerhouse, key global player, and a leader in many of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for me, that also shows that decoupling is clearly not viable, desirable, or even practical for Europe. 他也有现实的认识，那就是说，不管是有没有俄乌事件啊，中欧之间的既有的贸易往来啊，供应链相互缠绕，断然的和中国脱钩，这个肯定是损伤欧盟的市场，损害欧盟消费者、欧盟企业的。冯德莱恩或者他不仅是他一个人，他背后呢是成体系的，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作用之下呢，未来的中欧关系啊，不容太乐观。但是呢，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啊，欧洲永远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国际上的这样一个协调的伙伴，重要伙伴。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要形成一致的对华战略。您认为欧洲各国能达成一致吗？梅西你好，我们先看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讲话的背景。他知道呀，他说的欧盟要形成一致的对华战略，台下听讲的议员们呢一定在笑他。冯德莱恩呢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他真这么想的，而是为自己补考。因为呢，他和马克龙同时访华的时候，他的外交得分呢是不及格的，在全球面前暴露了欧盟各国之间的分歧，暴露了欧盟很难形成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件事件的一致看法。如果欧盟呢能够形成一致性，
那就不会沦为美国的附庸。这个冯德莱恩呢，本人也不会被看作是美国意见的传声筒。可以这么说，欧盟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就是一个大的框架，但是呢，外交关系更多的是双边关系，是要就具体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所以呢，这个欧盟的对华战略话呢可以说的很大，但是呢不管用。那么欧盟呢提出的对华战略是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单单呢来看看这个大框架也是自相矛盾的，伙伴和对手怎么能拿捏呢？这让成员国呢很难把握，也就很难形成一致性。冯德莱恩说，欧盟反对中国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但这呢是违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你怎么能让欧盟国家去执行呢？欧盟国家基本上在遵循一个中国政策，把台湾是否呢当作中国内政看待，不予干涉。有很多的观察家认为欧盟呢就是一个乌合之众，很难形成一致的这个外交和军事战略。这句话呢说的没错。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欧盟和乌克兰签署了协议，允许乌克兰农产品免税进入欧盟，但是东欧国家呢最近就下达了禁令，不许这个乌克兰农产品进口，因为呢损害到了本国农民的利益。欧盟就连支持乌克兰农产品都难以达成一致，怎么能让那么多的成员国对华形成一致战略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冯德莱恩呢要欧盟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是呢他所在的德国的宝马、奔驰汽车却在中国投资扩产。这参加上海车展的宝马集团的董事长说中国消费者今日的动向，明日将影响世界。另一位集团董事呢说的更直观，说中国市场呢是必不可少的，慕尼黑是我们的故乡，中国就像家一样。所以说欧盟呢要形成统一的对华战略，基本上呢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与欧盟各国的交往双边关系呢才是主要的管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七国集团外长会上再次提出访华的愿望，您是如何看呢？美国高官要实现访华愿望，还要做出哪些实际行动？好几位美国高官都多次提出访问中国的愿望。布林肯呢是其中的一位，他几天前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菲2+2会议上，就当着菲律宾的面提出尽快访华的愿望，还说这个美国不搞新冷战，不想遏制中国。那么在参加日本举行的7国外长会的时候呢，他又提到了访华的愿望，希望呢中美关系取得进展。另一位美国高官是财长耶伦，他年初到现在呢已经多次释放希望访华的信息。他即将发布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演讲中，似乎呢要微调对华立场，寻求在公平竞争前提下，中美建立健康互利的经济关系。那么针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反对与中国脱钩，美国副财长呢也回应说，美国在经济上也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不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说呢，美国开始意识到中美紧张对谁都没好处，需要调整，需要中美高层接触。那么中方是怎么回应的呢？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一贯主张对外开放，但是美方呢应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不能一边声称呢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呢又在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这呢就点出了中方的条件，中美高层交流可以，但是你美国呢得做出具体的承诺。一呢是不能够插手台湾事务，不能以台制华，不能支持台独势力。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二呢是不能把与中国的竞争变成对中国发展的攻击性压制，并且纠集盟友把中国排斥在世界主要供应链之外，比如说实行芯片出口禁令、高科技技术领域的投资限令等等。要是美国呢在这个方面做出中国比较满意的行动，那中美关系呢还是可以转换的。仅仅说几句什么不搞新冷战、不限制中国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呢要的是具体的行动，而不是几句好听的话。现在呢就要看美国做什么了。这将决定呢中国会不会给美国高官发邀请信，什么时候发。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18号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晤。李尚福表示，此次访俄是为了落实上个月双方领导人会谈时所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则表示，俄中互动对世界局势具有稳定作用，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李尚福在会谈中首先肯定了绍伊古对中俄两军关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其次点明了此次访问俄罗斯的目的和任务。主要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落实上个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时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深入发展。我就任国防部长以后首次出访，专门来俄罗斯，也就是要向外界展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表明加强两军战略协作的坚定决心。绍伊古表示，俄中互动对世界局势具有稳定作用，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和中国武装部队之间的合作将扩大和加强，并期待本着两国人民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之间坚不可摧的友谊的精神，与中国进行最密切和最富有成果的合作。В нем уделено 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вопрос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во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наших усили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оказывает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мир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снижению конфликт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Такие подходы реализуем при подготовке совместных морских и воздушных патрулирований,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как на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основе, так и в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форматах в рамках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СМО+. 会谈期间，双方重申，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首先是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发展问题上互予坚定支持，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中国军事代表团还和俄罗斯签署了有关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备忘录。会谈结束时，双方表达了深化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共同意愿。李尚福表示，中俄两军一定会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推进中俄两军军事技术合作与军际军贸交流，将中俄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那么，两国不断的在军事上进行务实的战略性合作，一方面可以维护中俄两国在领土完整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贡献出这样的一个中俄军事合作的力量。那么未来中俄在这个军事上的合作目前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合军演的这样一个传统科目的合作。那么未来中俄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将不断的向军事的科学技术以及作战的方式方法互相学习。对于李尚福此访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19号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开局之年，中国军队国际军事合作正在实现新发展，展现新气象。此访深刻体现了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两国互信的传承深化、两军合作的独立自主，彰显了新时代的中国军队为了和平走向世界的胸怀和担当。一是落实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务实合作，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充实新内涵；二是加强两军战略沟通，增进军事互信。双方就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等深入交换了意见，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共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图谋。俄方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据俄媒报道，俄国防部部长绍伊古17号向总统普京汇报称，对太平洋舰队的突击检查已进入第2阶段。俄军事专家指出，这是向美国及其远东盟友发出的明确信号。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介绍，太平洋舰队的突击战备检查将分3个阶段进行。在第1阶段，舰队将进入全面战斗准备状态；第2阶段将完成部队从常驻基地到作战训练区域的部署和展开；第3阶段将执行作战训练任务。17号，俄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进行了反潜演习，并对海上和空中目标进行了炮击。护卫线全速行驶，卡27反潜直升机护航。南千岛群岛是俄日争议领土，日方将其称为北方领土或北方四岛。日本时事通讯社分析称，俄军方此举旨在警告日本和美国。当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我们周围的许多地方非常不平静，充满了冲突局势和地区冲突。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些地区冲突的地理位置，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不过，佩斯科夫同时也声称，俄太平洋舰队进行突击检查是保持俄罗斯武装部队必要战备水平的常规做法，与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活动无关。那整个北约东扩以及在亚太地区即将形成的这种亚太小北约，对俄罗斯其实是形成了东西两翼的这样的一个围堵。那在这样的一个战略安全空间极度受限的过程当中，佩斯科夫向日本和美国直接喊话，直接对其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回应。那么在这个乌克兰危机的期间内，日本频繁地做出干涉俄罗斯内政，甚至在政治外交上反俄、军事上抗俄的这样的一个动态。那俄罗斯是对于亚太地区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点进行回应，防范于未然。值得注意的是，李尚福访俄期间，7国集团外长在日本举行会议，并在会后的联合声明中多有涉及中俄的内容。对于G7外长联合声明中敦促俄罗斯重申反核战立场，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委员会第1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怒斥对方非常虚伪。他还批评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本与会期间谈及广岛长崎遭核爆一事，没有道歉，也只字不提是美国投下的核弹。那G7的这些政客，既要支持乌克兰，又要制裁俄罗斯，又不准俄罗斯使用这种杀伤性武器，还要保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粮食运输通道的保障。那G7所发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声明，既不能够关切到乌克兰危机当中当事方俄乌的当事方所关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利益，也不可能为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寻找出这样的一个路径，反而是给这个乌克兰危机当中俄乌双方再一次挑动双方这种敌对的心态。另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19号约见日本驻华使馆首席公使小泉勉，就7国集团外长会涉华消极动向向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今世界只有一种秩序和一套规则，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7国集团如果真的反对霸权主义和胁迫行为，就应当反躬自省，坚决抵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行径再次发生，坚决反对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对某国第一、某国优先的政策主张坚决说不。以分裂世界为代价的所谓团结是危险的。当今世界不需要由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G1，也不需要什么价值观同盟。世界需要的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尊重，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团结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推动中东和解进程积极成果进一步显现。上个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同意恢复外交关系，意味着沙伊这对宿敌在中国斡旋之下实现历史性的握手言和。此后，中东多国相继达成和解或关系缓和，高层访问进入频繁期，国家间关系明显好转，一个多极化的中东正在形成。
4月17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分别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强调中国愿为以巴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发挥积极作用。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感谢中方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并独立建国，欢迎中方所做的一切努力。以色列外长科恩表示，感谢中方愿为解决以巴冲突提供支持，以方致力于推动局势降温，但这一问题短期内似难以得到解决。以方重视中方影响力，高度关注伊核问题，期待中方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斡旋的中东巴以和平谈判已经停滞了将近10年，而且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埃及金字塔报专栏作家贾巴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外长主动与巴以双方同行通电话，说明中国做好了斡旋巴以冲突的准备。中国的行动将进一步缓和复杂的中东局势，使巴以矛盾朝着通过和平谈判加以化解的方向发展。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唐田波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之所以能在调停中东问题上持续发挥作用，视野、担当和力量3个关键词十分重要。这个力量一方面是来自于道义的力量，因为中国始终就是说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一个力量也是来自于中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分量，因为在巴以冲突中，我们一直知道以色列它是比较强势的一方，然后你对强势的一方去施加影响的话，你自己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分量，有一定的力量，有一些就是说他希望你所做的事情。我们从这一次就是秦刚外长通话的过程中，以色列方面也提到了，以色列很关心伊核问题，也希望中方去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一种力量的体现。随着中国主动斡旋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实现复交，使得中东多国逐渐走上和解之路。伊朗外交部17号表示，伊朗总统莱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已互相邀请对方访问各自国家。近日，多个阿拉伯国家相继表示愿意与叙利亚实现和解。14号，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埃及、约旦、伊拉克等国外长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举行会谈，讨论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宜。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已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正式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出席今年5月举行的阿盟峰会。如果成行，这将是10余年来22个阿盟成员国首脑首次齐聚一堂。另据英媒18号报道，2017年遭周边阿拉伯国家集体断交的卡塔尔正与断交国之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着手恢复外交关系，两国有望在数周内正式复交，预计会在6月中之前重开大使馆。与此同时，也门问题也迎来曙光。近日，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在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领导人会面，双方就结束敌对、实现持久和平、构建框架共识等议题进行广泛磋商。外界普遍认为，这次参与和谈的各方合作意愿较强，且对话发生在中东局势缓和、沙特和伊朗复交的大背景下，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17号，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释放了104名被俘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同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方希望也门各方顺应地区潮流，响应人民呼声，抓住有利机遇，付出更大努力，争取在政治解决也门问题方面尽早迈出实质步伐。法国24电视台称，中国的积极斡旋是推动中东多国实现和解的重要因素。土耳其沙巴日报称，建立全面外交关系是促进中东地区安全的重要一步。伊朗德黑兰时报则称，中东多国相继达成和解或关系缓和，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意义，也折射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逐渐衰弱。与中方积极劝和促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美国在中东地区动作不断，还派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密访沙特并施压。本月8号，美国海军还向中东地区部署了佛罗里达号核潜艇。美联社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就近期局势向伊朗展示武力。在中东迎来和解潮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持续搅局也引发外界担忧。伊朗总统莱西在当地时间18号参加该国建军节阅兵式期间就公开表示，美国和外来势力应该撤离中东地区，因为外来者的存在威胁到了地区安全。پیام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و پیام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و پیام ملت ایران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فرامنطقه‌ای
به ویژه نیروهای امریکایی هر چه زودتر منطقه رو ترک کنند به نفع خود و به نفع منطقه است。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在中东长期玩弄的拉一派打一派式的分化伎俩已经玩不转了。随着美国霸权的削弱，中东国家有了更多发展多边主义的机会，而中东各国正开始评估这一新的局势，以便寻找改善关系、共同发展的方法。唐田波告诉深圳卫视，不仅像伊朗这样一贯反美的国家在批评美国，一些美国的亲密盟友跟美国在各种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公开化，比如乌克兰问题、石油产量问题和叙利亚问题。虽然近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投入增加，但影响力却在下降，而美国霸权是造成这些裂痕的关键。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甚至就是穷兵黩武的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并没有为这些国家带来和平和稳定。后来美国基本上都是灰溜溜的撤军了，然后其实是把烂摊子留在了当地，然后是一种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所以美国的军事存在，很多时候确实并没有对地区安全或者地区稳定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或者是正面的因素。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会谈时表示，俄中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的稳定。您有什么观察呢？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访俄行程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是普京总统会见了李尚福，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呢在此期间举行了突击战备检查，而随后呢，普京总统到了乌克兰前线，这些情节放在一起。西方媒体给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对于中俄防长的会晤，只需要回到中俄关系的时空框架以及中俄防长会晤的场景就可以了。首先，李尚福是在就任国防部长之后首次出访，此次访问也是落实上个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这是李尚福防长访问俄罗斯的大背景，也是我们观察中俄防长会晤和互动的一个前提。其次，中俄防长举行会谈，一致认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指引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两军密切协作配合，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双方同意完善两军交往机制，拓宽战区、军种、院校之间的合作，为促进中俄关系高质量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回想一下上个月中俄发表的联合声明，便会发现呢，两国防长的会谈内容以及两军合作的内容及其目标已经写入了联合声明。中俄两军的合作目标是地区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而不是其他的。最后，中俄两军合作从属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外交部发言人在本周再次重申，中俄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因为俄乌冲突还没有结束，或者说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各方对中俄防务合作有过度的猜想，但实际上，中方在俄乌冲突以及中俄关系上的立场是一贯和坚定的。中国不是俄乌冲突的当事方，也不是制造者。中国一直坚持劝和促谈，中俄不是盟国，中俄合作也不针对第三方。这样的表态呢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有些国家和媒体似乎就是假装不知道，俄乌冲突是俄罗斯面临的首要议题，但并非中俄关系的议题。退一步说，如果没有俄乌冲突，中俄防务合作依然会继续。中俄之间的防务合作对于地区安全和稳定当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俄和平与合作为彼此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欧亚大陆东端的和平奠定了基础。最近，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巴以外长通话，强调中国愿为巴以尽快恢复和谈发挥积极作用。在推动沙伊复交之后，中东地区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同时与巴以外长通话，表达了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和关切，同时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管控局势，防止冲突加剧甚至是失控。中方在中东地区外交的一连串的动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外界对中国调解巴以问题也是抱有期待。在推动沙特和伊朗复交之后，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和影响力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劝和促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中东和平
和谈判的重要推动者，最终能否实现和谈与和解，还是要看当事方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呢，中东地区是否出现了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调解外交既需要外交智慧，更需要顺势而为的洞察力和意志力。中国推动沙特和伊朗两国复交，可以说是劝和促谈的杰作。双方很快确定了复交的程序，互设大使馆。两国的领导人呢也发出了互访的邀请。未来可以期待呢，沙特和伊朗两个中东大国时隔多年后携手合作。至于沙特和伊朗复交与和解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中东地区经历了10年多的动荡之后，各国期待和平与稳定。此外，全球能源结构呢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美国能源自给，并且成为出口国，新能源开发方兴未艾。中东产油国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角色蜕变，抱团取暖的需求在上升。此外，美国从奥巴马以来的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中东地区回撤。21世纪第一个10年，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强势干预结束了，尤其是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撤军之后，中东地区迎来了建立自主的安全结构的机会窗口。当然呢，这些结构性原因未必就能够带来和平与和解。中国一贯的立场和原则赢得了中东国家的尊重。在中国的推动之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复交，而沙伊复交则打开了中东复杂形势的一个结。作为中东地区的主要大国，沙特和伊朗复交意味着整个中东局面好转。最近中东多国频频出现良好的互动，比如说巴林和卡塔尔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伊拉克和阿曼正积极地调解埃及和伊朗的关系，土耳其和埃及宣布在恰当的时候将双边关系恢复至大时机，以及叙利亚重返阿拉伯大家庭的前景等等。整体来说呢，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形成的冲击和震荡逐渐过去，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以及卡塔尔与海合会的僵局呢，都进入了良性的互动轨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巴以问题或可能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的热点问题。同时，在中东地区局势向好的背景之下呢，中国推动巴以和谈也就有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好的，也谢谢孙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是台当局最大的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候选人阿莱格雷，时隔3个月再度公开表态，若胜选可能与台当局断交。外界注意到类似的一幕，此前已在巴拿马、洪都拉斯等多个国家连续上演。巴拉圭总统大选即将在4月30号举行，民调领先的总统候选人阿莱格雷，其所在的真正激进自由党18最大在野党有近100万名党员。近日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阿莱格雷重申与台当局的邦交关系未获得足够利益，他若胜选将考虑与台当局断交。他还表示，若巴拉圭继续承认台当局，就会失去北京方面带来的发展利益。巴拉圭国土面积与我国云南省相近，人口约745万，是南美洲唯一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虽然如此，但中巴两国一直保持着平稳关系，在经贸和人文领域展开交流。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2年中国同巴拉圭贸易总额为19.79亿美元，其中中方出口额18.95亿美元，进口额0.8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8%、6.5%和55.8%。目前，巴拉圭是全球第6大大豆生产国，并且以出口为主，也是全球主要牛肉供应国。然而，因为与台湾的关系，让他们这些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无法进入大陆市场。另外，阿莱格雷在采访中还抱怨称，民进党当局宁可给其他非友邦更多投资，也不愿给巴拉圭较多援助，连带造成其他亚洲国家在巴拉圭的援助也大幅减少。阿莱格雷口中的其他非友邦，显然就是立陶宛。今年3月26号，中国和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这也意味着台湾当局在过去6年里一连丢失了9个所谓的友邦，颓势一发不可收拾。早在今年1月，阿莱格雷就曾公开表示要与台当局断交。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相信有关国家迟早会认清国际大势，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对于中南美洲国家来讲，他们面临着一个自己国家发展的方向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国家呀，就本着一个自己国家长远发展的这个角度啊，本着是希望啊这个更好的良性发展的这个角度啊，通过这种方式呢，
能够融入到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循环当中来。毕竟啊，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而且呢，这个对于这些国家的发展呢，有很大的一个促进性、互补性尤其是他们这些国家的相关的一些农产品以及其他的相关产品渔产品等等。而巴拉圭迟迟未与中国建交的原因，并非是爱台，而是怕美。在拉丁美洲这个美国的后院，对华政策也不得不顾忌美国的影响。3月30号，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科恩罕见地突访了巴拉圭。这一幕在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前也曾发生过。拜登3月曾派密友美洲事务特别顾问多德前往洪都拉斯进行外交施压，试图劝说洪方收回决定。不过，美国的施压显然并未奏效。洪都拉斯追随中美洲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脚步，最终与中国建交。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日前还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应以观察员国身份被纳入中美洲一体化体系，而这个区域性机构也应将台湾地区驱逐出去。奥尔特加指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基于一项原则，即接受各成员国元首所做决定，